大家可能会疑惑，有土斯有财，买房的好处这么多，房贷利率又这么的低，为什么还是很多日本人选择租房子呢？こんにちは、Miss 晴晴です。上集我们讲到，因为噪音的问题，让我下定决心要买房。虽然出生成长的地方在台湾，但是日本我也住了10多年了。那为什么我的人生第一间房子要选择在日本呢？不知道大家对家的概念是什么？我从小就寄人篱下，国中毕业后就到外地念书，开始了到处租房子的生活。从高雄搬到台南县台南市，日本东京神户念书，之后呢到了纽西兰的奥克兰跟皇后镇打工，然后又去了日本横滨东京念书。学业结束之后呢，在台北工作了几年，又搬回了东京。这中间搬了无数次的家，跨了数个城市跟国家，我从来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，很没有归属感。所以每次听到人家说这是我家的时候呢，心里是真的非常的羡慕。而且人生最终总是要找一个安身之处吧，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。有了空间上的归属感，而且感到安全的话，才能有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。既然在台湾、在日本、在哪个国家都是要寄人篱下或是租房子，真的要买房的话，当然是要选择老家高雄啊，还可以就近照顾家人。但是大家也知道，台湾南部的薪资水平偏低，产业的选择也很有限，加上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，还有空污的关系，会毁了我精心打扮的发型，全身也会被脏空气给洗礼，就不能像在日本一样香喷喷、很优雅的出门了。如果要定居的话，当然是要选择生活品质比较好的日本咯。像我这种没有富爸爸的普通上班族来说，字典中从来没有买房这个选项，而且台湾的房价已经贵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。努力赚钱工作买房，还不如努力选择好的人家投胎呢。以我在台湾跟日本的租屋的经验，2014年刚从日本回到台湾工作，当时在台北内湖的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大约7坪、带有厨房跟窗户的大楼套房，不含水电瓦斯网路，一个月是14000元。后来房东因为家庭纠纷，想要把这间10多年的套房以700万元卖给我。试算了一下，房租以14000元，房价以700万元计算的话，房价租金比是41.7倍，那么还不如租就好啦。可是以我当时扣掉税还不到4万元的薪水是负担不起的。台湾房东当然也不笨，他们大多是把房子当作投资标的，到了好的时间点就卖出赚价差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在台北如果要工作到老了，可能还是买不起房子，永远都无法脱贫，所以才决定回到日本工作。因为跟台湾相比，日本的购物门槛低很多，一般上班族是不用重新投胎也买得起房子的。日本可以保障我的基本生活需求，可以让我安居乐业。2018年回到东京工作，那时候呢，在涩谷公司附近呢，租了相同条件的套房，月租11万日币，公司还有租房补助，每个月4万日币。房租以11万日元，房价以3000万日元来算的话，房价租金比是22.7倍。当时在东京2000多万日币就可以买到中古大楼，那4、5千万日币就可以买到独栋房，蛋白区的话2000万日币就可以买到新的独栋房，中古的话呢就更便宜了。现在虽然涨了也不少，但上班族还是负担得起的，甚至每一个月的贷款还可能比房租来得少，这样的话租还不如买呢。日本房东是把房子当作固定资产，求稳定经营，所以他们大多是专职在经营租赁物件的。租房跟买房各有利弊，租房最大的优点呢是很弹性、很自由，等于是租房租买自由的概念。对工作不是很稳定，或是随时想换地方住的人来说，想搬家就搬家，不会受限。相对于有房贷的人呢，会比较容易一点。而且你也不用负担持有房子的成本，只要考量付不付得起房租就可以了。加上日本呢是租售同权，租房跟买房享受的权利是一样的，住在哪里，户籍就是设在哪里。住在好的学区的话呢，小孩就可以上名校，但是家长呢却不一定要买房在那里。可是租房子有很大的一个缺点，就是永远都要看房东的眼色，要担心不能弄坏房子，也不能够钻墙，还要担心会不会涨房租，会不会被赶走。像我在台北租房子2次的经验，都是因为房东要卖房而搬家的，而且你是在帮房东缴房贷，在帮房东累积资产哦。在日本的话呢，倒是不用担心，台湾大多是定期契约1年1签，而日本呢有借地借家法，
来保障房客的居住权。通常有租借期限的定期借家比较少，大多是普通借家，属于没有时限的半永久合约。每2年呢，房客付费更新合约一次，房客就有永久续租的权利。房东也不能够拒绝，也不能够任意的调涨房租，更不能随便赶走房客。只有在3种情况下才可以请走房客：有正当理由，在半年前通知，还要付合理的赔偿金。但是房客呢，可以不同意房东的要求，所以要请走房客的难度是非常的高的。而房客要退租的话，却只要提前1个月告知就可以了。虽然房客的居住权受到了保障，但是租房还是会遇到不少的问题，例如说噪音的问题，还有没有工作的人或是老年人找房会容易碰壁等等。买房的优点呢，就是可以拥有自己的城堡，比较有安全感，也不用看房东的脸色，可以自由的装潢，也不用怕被房东赶。而且在银行的眼中啊，土地是跑不掉的，比起个人的工作收入来的有价值，所以呢，可以靠房子开杠杆，用低利率来跟银行借贷。其他呢，还有节税、减税、抗通膨、累积资产等附加价值，可以强迫自己储蓄之外呢，若是遇到价格好的时候卖出去，还可以赚价差呢。在日本买房呢，还有一个隐形的附加价值，就是虽然银行提供低利率的贷款，但是会强迫你加入团信单薪。这个团信就是团体信用生命保险，也就是台湾说的房贷寿险。保费呢是由银行支付，那房贷的利息也都已经包含了这个保费了。这个团信的好处是在还款期间，贷款人如果不幸死亡或是有重大疾病没有办法工作还贷款的话，保险公司会代为清偿剩余的贷款，房子所有权不受影响，家人也不用担心缴不起房贷，等于多了一个寿险意外险，多了一份保障呢。但是团信呢，只能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就保，不然就是要找利率比较高的银行，或是日本住宅金融机构推出的 Flat 395房屋贷款。买房的缺点呢，就是需要负担房子的持有成本，像是固定资产税，也就是台湾说的地价税、房屋税。如果是在日本都市计划区里面的物件，还要缴交都市计划税。但其实大多的房东呢，也会把这些成本反映在租金上面。另外，大楼房的话呢，还要加上管理费、修缮基地金跟车位费用。一户建独栋房则是要自己负担每10年、20年进行房子维修的费用。还有，一旦买了房之后呢，就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换房子、换地方住了，还要顾虑周遭的邻里关系，比较麻烦一点。大家可能会疑惑，有土斯有财，买房的好处这么多，房贷利率又这么的低，为什么还是很多日本人选择租房子呢？在台湾2020年的全球住宅自有率达到85%，而日本在1993年到2023年期间呢，只维持在60%左右，没有明显的成长。难道日本人都不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吗？根据日本宅建协会的调查显示，持有房子派的占60%，租房派的约40%。租房派最大的理由呢，是不想被房贷绑住，而且持有房子需要成本，加上如果有天灾的话呢，你持有房子就会有风险。另外，日本人呢不买房的原因还有2个：不敢买跟不需要。不敢买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对房市的消极态度。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之后，日本央行进行紧缩政策来打击泡沫经济跟打压炒房，投资家逐渐退出了股市跟房产市场。不动产泡沫化后，银行呢面临了大量的不良债务，借贷变得更困难，导致流动性的紧缩，加剧了房产价格的下跌。投资的价值变低了，就像车子一样，一落地就开始折价，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，房子就变成了负债而不是资产了。所以日本房市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蹶不振，加上少子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，需求量减少了，这也让一般日本人的普遍心里会觉得房子不会涨了，买了还会跌，那就不如一直租房子就好了。只是这2年来呢，外国投资客大量的进场，还有通膨等关系，物价、房价也开始上涨了，让日本人呢更是买不起。不敢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特有的职场文化。在全球或世界设有据点的公司呢，通常社员每3年会轮调外派到外县市或国外。日本人的忠诚度相当的高，通常都是顺从公司的安排。这时候如果你有房子的话呢，还要烦恼房子怎么处理，反正都是要被调职嘛，所以也不太敢买房子。而不需要买房子的原因，如同刚刚所说的，因为有借地借家法跟租售同权的关系，房客受到了保障，也享有跟购物一样的权利。日本的公司福利也很好，如果租房子在公司附近的话，
公司会补助房租的3到5成，三得利呢听说有到8成，有的公司呢还有便宜的社宅可以住，但是买房之后就没有这样的福利了。还有近年来少子化不婚族的增加，以往透过结婚生子作为买房的契机也减少了，少子化也让家庭的规模缩小，这也造就他们偏好租房的生活方式。日本著名的策略大师大前研一提到，日本已经陷入了低欲望社会，不论利率跟物价再怎么低，现在的年轻人呢也不想买房，不想买车，不想结婚生子，不想喝啤酒，更不想承担风险责任，就是想躺平了。当然呢，小孩子才做选择嘛，我也可以买房又租房子住啊，前提是你的 money 要够啊。租房跟买房没有谁对谁错，每个人的家庭环境跟买房的动机也不同，买房只是为了要达到人生目的的一个手段，最终还是得要取决于你的人生规划或是你的价值观，还有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，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。例如明明自己喜欢到处换不同的地方住，还要去追随别人的价值观，什么这个年纪到了就是要买房啊，有土斯有财呀，这样子的观念，结果把自己绑在同一个地方，搞得每天过得很不快乐。我的目的是要能够解决噪音的问题，追求舒适又安稳的生活环境，在自己的城堡里每天幸福快乐的过下去，所以买房是让我的人生更丰足更快乐的手段之一。而且对我来说，有自住的需求，买房租房都是固定成本，都是要被房贷或是房租绑一辈子的。但是买房呢，可以累积自己的资产，老了也不用担心。刚好长期在日本工作，日本的房子也比台湾负担得起，就选择在日本买房子这样。再次回到日本工作，这几年来房租也缴了快1000万日币了。为什么我早不买晚不买，却选择在这个时机点买房呢？第一个好的时机点是我终于有了日本身份跟稳定的工作，代表今后会长期居住在日本。不买房的话呢，怕老了之后人家不愿意租房子给我，到时候即使已经有身份定居在日本了，却还要到处流浪，不是很好笑吗？所以在噪音问题发生之后呢，我就开始看房子。那时候呢还是工作签证，没有能力负担2成的头款，而现在呢已经达到银行贷款条件的工作稳定，又有身份可以全额贷款，还可以拿到很漂亮的超低利率。建议如果有长期定居在日本的打算，或是在日本大公司上班的人，在同一个公司工作也有一定年数以上的话，趁年轻趁早买，也可以好好利用银行最爱的大公司跟稳定工作的条件，来开外挂开启财务杠杆哦。第二个好的时机点是，日本经济在失落了30年，长期通货紧缩、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，却在这2年呢开始出现了通膨了。日元已经贬到快变成废纸了，物价、房价、建筑成本都在上涨，东京的平均租金也达到史上最高了。但是加薪的幅度呢还赶不上通膨，而房地产呢因为资产稳定性具抗通膨的特性，不趁现在买，以后只会更贵呢。日本人呢也是因为今后建筑成本会再升高，今后呢会再升息，而想要买房的人变多了。第三个呢就是我出现买房的念头，就是好日子了。想要不等于需要，有些人是拿闲钱来投资的，那的确要多花一点时间做功课，了解房价的涨跌，赚不赚钱。如果有自住需求的话，一旦产生了这个买房的念头，房贷又负担得起，干嘛还要3不5时的研究房价什么时候涨？那卖掉之后还能够找到更适合的房子吗？有些人呢会想说，房价还很贵啦，那再多看看，等降价好了。可是当你还在观望的时候啊，世界已经不一样喽。这几年通膨呢已经成为新常态，建材跟人工费用全部上涨，等想到要买的时候啊，就要花更多的钱，然后就更买不下手了。我从2023年年中开始看房，那时候利率是 0.2% 左右，到了2024年年中签约，这中间就升息了3次，签约的那1个月呢又升了1次，建筑成本呢涨了 1.3 倍以上，不少地区的房价也明显的上涨。当时呢看的首都圈新的一户建是2000多万日币，现在呢都要3000万日币以上了，更别说东京的大楼都有快破亿的价格了。还记得汇率还是 0.15 左右的学生时期，台湾满街的哈日族，也听到学妹去日本玩，那时候真的好羡慕她哦。后来呢打工存钱，有能力可以去日本旅行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在那多年之后啊，没有任何背景的我，现在能够在当时觉得很遥不可及的日本留学、工作，甚至买房。回头想想，这一切好像一场梦，一切很不容易，但是也很值得。
当然也要感谢遇到了噪音的问题，才让我下定决心要买房的。既然有能力达到了这个梦想，之后也就有更有自信的挑战更高的自我实现了。你会选择租房还是买房呢？如果要买房的话，又想选择哪一个国家呢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更多人，给我点鼓励，就是我继续做影片的原动力哦。让我们一起来打造专属自己的理想居家空间吧。那么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。それ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。拜拜。